冰与火的大结局，吴振峰最后中枪，陈宇背着他走下山，至此结束。毒贩都被绳之以法之外，剧中牺牲的禁毒警察杨毅，让人惋惜。刘队因为外甥姜磊被处分，开除党籍。这部剧给我们带来的现实意义更大于剧情故事，毒品的危害，毒贩的残暴冷血，缉毒警察的流血牺牲，深刻的告诉我们，切勿碰毒，遵纪守法。现实题材的作品总会让人深思，同时，特别是杨毅牺牲，更是加重了整部剧的悲情色彩。陈宇为了过去姜磊的讯息，让杨毅去了茶厂，想通过杨新全来寻找到突破口，没想到，就是因为这个举动，竟然让杨毅牺牲了，无限的愧疚感，让他跟杨林的通话过程充满了隐忍跟悲痛。这场戏中，王一博那种隐忍克制的哭，加上一旁的王劲松的配合，新生代演员加老戏骨的哭戏，直接把这场哭戏提升到就一个高度。看完后，我们都被带入到了悲情的氛围中。第一次感受到悲痛欲绝的痛心疾首，王一博的哭很有层次跟递进，从一开始接听杨林的电话就开始隐忍，他是完成悲剧的开始，所以他的内疚感是掩饰不住的，所以他更悲伤，还要忍住，安慰着杨林。与此同时，在强烈悲痛的时候，他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颤动的声音跟嘴脸不自觉的颤抖。在强忍后，眼泪鼻涕横流，这一刻，他控制不住了。这种氛围下，也把王劲松给带入了节奏中。眼泪含眶强忍着不流出来，是愤慨也是自责。缉毒警察干了一辈子，没想到会到了如今这种局面，多少的同事跟朋友都在破案中离开，他能无动于衷吗？比起年轻人而言，他的泪更是一种痛心疾首的悲哀。陈宇的哭是更为浓烈直接的伤心，失去的是朋友同事，更是至亲的自责。这场戏看下来，王一博的哭戏感动了，不自觉的也跟着泪目了，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了。最后看一下大结局，这个算是悲剧收场了。吴振峰跟陈宇的默契配合，终究还是把自己命赌了进入，虽然结局没有给我们一个痛快，只是陈宇背着吴振峰往山下走，其实结局我们也猜到了大体。双雄配合之下，让最后的大毒枭杨新全彻底败了下来。邻居跟他说，害你家破人亡的是毒，可惜的是如今的杨新全却早就价值观扭曲，意识不到这些。毒贩这条路是没有好结果的，他害了自己，害了家人，更害了成千上万的人，在利益面前，他失去了人性。对于这个大结局，说到底还是有些意难平，虽然毒贩被绳之以法，但是缉毒警察的牺牲更让人痛心不已。悲剧收场，就是在提醒我们远离毒品，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利益，更不会有这么多的牺牲。致敬英雄们，感恩有你们的付出，才让我们有如此安定和谐的生活。对此，各位对于这个大结局如何看待？留言讨论吧。这就是街舞第5季主推新生代舞者，在节目中，王一博无疑是最懂新生代舞者的一位，备受舞者们喜欢。最近这就是街舞52强诞生，其中不少新生代舞者止步于此，有实力的依旧保留了下来，其中有几位舞者的表现，因为节目的剪辑，幕后的故事并未在镜头上呈现。其中舞者弘扬发文，描述了一些细节，让我们得知王一博对待舞者的用心之处。如此细腻温暖的举动，难怪这么多舞者喜欢他，人格的魅力果然深得人心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弘扬所在的队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，全员晋级没有淘汰。这对于他来讲是无比开心的，因为曾经参加过街舞，自己是新人年纪小，很少能够参与到更多细节的编排跟统筹中，这次能够全力以赴，获得最后的胜利，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历练。其中呢，他提及了一位队长，那就是王一博，让他备受感动的是，王一博给了他冲击 A 组的名额，虽然最后没有获得那个机会，但是对于他而言，是最大的鼓舞。王一博在新生代舞者中的认同感是最高的，因为他是专业的。同时呢，更让他感动的地方，是在宣布晋级名单的时候，王一博看到没有提及到他的名字，他会冲下台去问工作人员问原因，得知他们是全员晋级，所以才没有提及，就是这么一个细节，让弘扬在赛后发文，说了这样一段话，真的有被感动到，因为一个人，因为一群人。是的，舞者参与到这档节目中，能够被关注，能够被关心，更让自己的付出跟努力收获肯定，自然是最大的幸福。同时呢，我们也通过舞者的表述了解了王一博，外冷内热的一个人，
细节决定了人品。王一博对于街舞的热爱，除了用自己的专业让我们了解了街舞，还通过跟舞者的交流，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街舞的精神，与舞会友，给予舞者展现自己的机会。特别是在板鸭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份真挚跟尊重。在第一次起舞中，板鸭的团队失利，集体直接淘汰。跟大神舞者聊天过程中，得知了板鸭的实力后，他主动 Q 到了板鸭，成功挽留了下来，更提醒他来是做什么的，一定要懂得抓住机会。同时呢，王一博更是对板鸭黑 FAP 实力的认可，在冲击 A 组的过程中，给予了机会，在板鸭跟思文 battle 的时候，更是判给了板鸭一票。得知最后大师团都没有给票的时，他更是冲过去问其中的原因。就是因为这个举动，板鸭在采访中说自己有看到王一博给了他票，这无疑给了他很大的鼓励，增强了不少的自信。18岁的小女生来参加节目，实力不俗，需要的是机会，一份鼓励才能让她坚定这条路。王一博的这些举动，无疑是对舞者最大的尊重跟认可。不说别的，细节彰显人品，行动比言语上的鼓励更具有力量。他在用实际行动给人带来力量，才会让人备受感动跟鼓舞。都说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，才懂得想为别人撑把伞。骨子里的善良，是因为他心中热爱，街舞是他所热爱的东西，才会全力奔赴。对此，你是否也重新认识一下王一博呢？值得，已经很少看国产剧了，有些根本没打开的欲望，有的看过几集后便弃之如敝履。近几年能让人沉下心境进去体会的好剧真的不多。不记得从何时开始，电视剧的滤镜越来越厚，把脸磨得都快看不清五官了。评价却是这个演员保养的真好，所以我很喜欢看生图，看无滤镜下的那些真实面孔，演绎出的一幕幕悲欢离合。一部剧不把观众当傻子，而是真诚又真实的去展现应有的逻辑与水准，演员全部为角色服务和付出，不在乎美与丑，这就是我认为的好剧。冰与火就很对我的胃口，但这种剧是有欣赏门槛的。不想说为什么会有门槛之分，只想大家能静心去体会每一个画面，每一个人物，每一种怀疑，每一种背后的无奈、彷徨、无助、悲哀，别用看偶像剧的方式去打开它，否则你会错过很多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。假期要重新从头开始看，去感受每一幕的质感与高级，每一个环节的构思与转折，每一个缉毒警察背后的壮志与辛劳，只因为王一博的付出值得，每位演职人员值得，这部剧更值得。热闹，突然想安静下来，在喧嚣都与我无关，屏蔽一切杂音，只想欣赏舞台上那个用热烈舞蹈感染了太多人的身影。很多话不用说，很多话不想说，不管你经历多痛的事情，到最后都会渐渐遗忘，因为没有什么能敌得过时光。有人说，时间的绝情之处是，它让你熬到真相，却不给你任何补偿。还是有的吧，长大、成熟、自信、丰富，一个人能够接受的事物越多，越是自由。王一博现在就是如此自由，如此热烈奔放的活跃在自己热爱的领域，一切热闹都是我们的，与他无关，他只是在做他自己而已。